有人啊！金青盾牌攻防一体，天下无敌，还有谁能挡我灯塔？无战全胜，不幸，不过是垫脚石罢了。早点认输，还能少丢些脸面。还是灯塔国爸爸厉害，能够追随灯塔国爸爸，是我樱花国的荣耀。华夏8成气运，我天主要定了，届时尔等皆为奴仆。8成，口气不小，也不怕撑死。对不起，青龙偃月刀，我愧对先祖，关圣帝君之位，竟也挡不住这一精进。5000年文明，笑话，连件像样的神器都拿不出来，也配与我等同台？下去吧。4连败，再输2场，华夏国运尽归我等。你们的命运由我们主宰。连件镇国神器都没有，还想保住气运？痴人说梦，等着世代为奴吧！穿越了，竟然是这样的世界。华夏5000年煌煌文明，金玉天海，刑天不敢欺。摄取更多可歌可泣的神话传说，震慑诸天的神器至宝，在这里竟然被遗忘得如此彻底，成了他人眼中的笑话。若是再输2场，华夏国气运将会被他们蚕食殆尽。自己明明对华夏的5000年文明了若指掌，为何我只能契约一柄曹丞相的倚天剑？如此，如何能与他国神兵契约时看好？难道天要亡我华夏不成？给特当宿主为文明火种承载者，华夏神兵普建系统绑定成功。本系统收录华夏亘古以来前10我被遗忘并封印之神兵法宝，宿主须于契约擂台之上，拜他国神兵契约者，阅读其国运气运之业，越夺之国运越上，信仰越浓。系统可解锁外显示神兵位格越高，威力越强。当前可用国运值0，亲手大礼包，查访系统空间是否开启。筒子哥，你终于来了！开启大礼包，开启大礼包，开启成功。竟然是传说中的那件神兵，失恋该找回来了，被夺走的拿回来了。从今日起，我楚凡是华夏最后一块金废物，全是废物！下一场谁上？谁能拿出比青龙偃月刀更强的神兵？震惊盾牌，那是麦伦·马克莱恩博士在数百年前创造的奇迹合金，近乎无解，防御、能量吸收、破坏力全是顶尖。唉，若再无真正神兵现世，5000年文明真要断送在你我手中了。下一站，我来。韩香，你真有把握？对手可是震金盾牌。我已沟通我华夏古老至高神器9齿钉耙，愿以此物管天清。9齿钉耙，此为何物？闻所未闻。华夏典籍浩瀚，却从未记载过这等神器之名。祖辈口耳相传，于文明建立断层之前，确有这般神器无存，而我亦与他达成30%的契约。9齿钉耙名不见经传，契约度只有3成，太过凶险。即便能成功解除3成的契约度，也难言必胜。况且过早暴露底牌，若他国尚有更强后手，我等后续该如何应对啊？9齿钉耙，好一个记忆断层后的华夏，连二师兄的吃饭都成了至高神器了。原主舔了3年的校花，契约的竟是这玩意儿，真想亲眼看看他9齿钉耙的英姿。穿越成这楚凡也就罢了，偏偏赶上华夏气运将倾，真是糟心。楚凡，你不好好待在候场区，过来干什么？回去坐好，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不必在意。下一个。上。楚凡，你发什么疯？你以为这是过家家吗？此战，我有我的倚仗。楚凡，
你契约的倚天剑与方才败北的青龙偃月刀品级相若，上去也是送死。你想浪费我华夏最后的机会吗？楚凡，别以为契约了把锋利点的剑就能抗衡震惊盾牌，醒醒吧！你这后勤部的废物，连踏上擂台的资格都没有，滚回去！楚凡，韩香的9齿钉耙契约度不足，我们确有顾虑。你若坚持上场，必须给出足以服众的理由。你的底气究竟何在？诸位所见，不过是历史残影中的倚天青龙，而我所能沟通的，是早已被世人遗忘，甚至从史册中被彻底抹去，真正的底蕴与力量。灯塔国以为凭借震金便可镇压一切，我此去便是要让他们明白，他们面对的绝非寻常刀剑，而是足以粉碎其傲慢、逼出其所有底牌的绝对力量。华夏人吓破胆了吧？直接举白旗投降吧！又在拖延时间，赶紧派下一个祭品上来，我们要看第5场碾压！哈哈哈哈！华夏的懦夫们是已经尿裤子了！我的震惊盾牌会将你们所谓的契约式一个个砸成肉泥！好，我信你。若你真能唤醒那被遗忘的力量，华夏将永世铭记你的功绩。这废物，难道珍藏了什么秘密？不，绝无可能。他不过是想用这种方式吸引我的注意吧。灯塔震惊，今日便让尔等难以睁大眼睛好生见识，何谓煌煌华夏，何谓文明底蕴。哈哈哈哈！华夏果真无人疑，就派一后勤杂兵前来送死。这就是华夏的底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不如趁早投靠我樱花国算了。华夏人，不如直接跪地求饶，给各位大爷磕个响头，说不定杰克大人心情好，赏你一个全尸。你的兵器呢？哦，我懂了，定是些破铜烂铁。若珍宝的垃圾，在我的震惊盾牌面前，会像之前那把刀一样深邃骨。震惊盾牌不过是科技造物罢了，说起来还是烦，也敢妄称神兵。我华夏绵延5000载，纵使尘封于遗忘之中的任意一件作品，其蕴含之武，亦足以将尔灯塔国那浅薄根基自源头彻底抹除。狂妄！你们的文明早已腐朽，只剩下一群苟延残喘的废物。少说大话，亮出你的破烂！井底之蛙，安知天和好？也罢，便让你这蛮夷见识一番何谓华夏圣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人族血脉，薪火相传。今有邪命，将情圣，血雨之位，妖分，清还于天裂开了！那是什么？巨压力，我动不了了！上帝啊，这不可能！不可能！这威压，这绝对是超越 S 级的神器！华夏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这柄剑太可怕了，这绝对是神器，只有我樱花国的3神器才能够与之抗衡。这就是楚凡的底牌，轩辕剑。华夏竟有如此神物，有此神剑。何愁气运不兴，去外敌猖狂？轩辕剑，古籍中语言不详的传说，就是真的，真的存在。皇天在上，后土在下，轩辕地位，这怎么可能？皇帝的兵器，为何史书毫无记载？楚凡，
他一个区区后勤兵，凭什么能得到这等至高神器的认可？凭什么？查，动用一切资源，翻遍所有残卷、古本、民间传说，给我查皇帝，查轩辕。文明究竟遗忘了多少辉煌？关于皇帝的记载太少了，而且大多含糊其辞。轩辕二字，若能不凭空过去，真是也是皆无先思。首长，关于轩辕剑的记载是一张白纸，我们没有查到任何有用的记载，毫无痕迹。这断层比你想象的更深。你究竟是何人 ？SS 级，绝对是 SS 级威胁，绝不能让他存留。启动最高应急方案，必要时申请动用内检神器。杰克不惜一切代价，震惊盾牌能量超载，给我毁了那把剑！此剑名曰轩辕，华夏始祖上古人皇皇帝之佩剑，圣道之兵，王道之器，上斩奸佞，下诛傲慢，又与华夏气运万世不朽。轩辕剑，没听过？编造历史谁不会？有这样子货，他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都是虚妄，给我死！头彩重击，杰克拼命了！看着华夏小子怎么打！花里胡哨的破剑，在绝对的力量面前，只有被碾碎的份儿。能量指数爆表，变强了数倍不止。楚凡小心，不可硬接啊！科技造物，纵使登峰造极，又岂知圣道煌煌，言出法随。震惊盾牌竟然被一剑斩碎了，我们无敌的盾牌呀，这怎么可能？华夏国竟然没有说谎，他们的文明真的断层了。没有断层的华夏文明，竟恐怖如斯！等等，根据我们最新考古发现，轩辕皇帝其实具有我棒子国血脉，所以这轩辕剑理应是我国失落的文明遗产。当前启动国运值3680。赢了！一剑，仅仅一剑啊！楚凡，你是华夏的英雄。他到底是谁？这份力量，这份气度，绝不可能是那个跟在我身后舔了3年的楚凡。我错了吗？作弊！这是赤裸裸的作弊！他登记的契约物是倚天剑，临时更换神器，违反规则。我要求立刻判定华夏失败，剥夺其资格。没错，华夏不可能有这种神器，一定是用了某种我们未知的卑劣手段。作为主办方和领导者，我们要求严查，否则难以服众。质疑无效，经规则核心判定，契约者楚凡与神器轩辕剑契合度符合标准，召唤过程无违规迹象。契约物变更符合潜能觉醒条款。善，华夏国胜。卢瑟福，该你出场了。用那件神器，让这些黄皮猴子知道，谁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神。大国的尊严，连本带利的拿回来。放心，一把稍微锋利点的古董剑而已。我会让他以及他身后的所谓的文明，在神之科技的伟力下，彻底化为宇宙尘埃。是卢瑟福，我们灯塔国排名前3的神兵契约者，他竟然亲自出战了。卢瑟福大人契约的，乃是科技与神奇结合的至高产物。此战，华夏国在劫难逃。竟然是灯塔国的卢瑟福。楚凡刚刚动用轩辕剑，灵力消耗巨大，
短时间内定然无法再次施展，这下危险了。卢瑟福契约的武器，代表着对方科技文明的巅峰，而且据说其契约度极高。楚凡虽有轩辕剑，但神兵显圣后必有冷却期。这一战，他该如何应对？若只凭楚凡之前契约的那把倚天剑，此战必败无疑。是否考虑让韩香上场一波？楚凡，面对如此强敌，你难道还能再次创造奇迹，展出那惊世一剑吗？从历史尘埃里刨出来的一把破铜烂铁，也妄想撼动我灯塔国、华夏国？你们的不自量力真是令人发笑！指望一把早该腐朽的古董剑赢我，省省吧！灯塔文明不过是依靠些许奇技淫巧堆砌起的傲慢空中门客，而等所谓科技，于我看来不过是文明歧途上一个可怜又可悲的错误印记。你竟敢亵渎我的神兵，侮辱我的信仰！我要让你用生命忏悔！科技才是永恒不变的至高王道！既然你执意寻死，我便让你亲眼见证灯塔国的真正力量是何等绝望的差距！天哪，麦克58是史塔克工业的巅峰杰作，传说中失落的终极战甲，它竟然重现时间！这才是我灯塔国引以为傲的科技结晶，是凡人凭借智慧触摸神域的证明，足以匹敌甚至碾压所谓神奇。史塔克的麦克58，传说这套战甲拥有近乎无限的能量和自我修复能力，他怎么会落入灯塔国手中？这也是当前科技文明的极致体现。楚凡他真的还能赢吗？让你死个明白！我能与麦克58达成契约，只因为我身负史塔克家族最后的纯正血脉。此甲由1万万纳米单元构成，具备星球级别的能量发射系统。那把破剑连给他刮漆都不配，可怜的华夏人！你和你那农耕时代的古董剑，在代表未来的科技之神面前，唯有化作宇宙尘埃这一条路。麦克58不过是凡人对神明力量的拙劣模仿与堆砌。你继承了史塔克的傲慢，却未能继承其探索的智慧。真正的力量何须倚仗纳米，何须借力科技？去死吧！你这只该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黄皮猴子！别了，楚凡，让你去缅怀你那腐朽的文明吧！冥顽不灵，也罢，便让你这井底之蛙亲身体会一番凡铁与圣道之间究竟隔着何等天堑。轩辕剑的威能远不及之前那一剑光华万丈，果然冷却期还未过去。楚凡，快动用你原本契约的倚天剑了！难道还想依靠这柄力量未复的神剑吗？太拖大了！哈哈哈哈哈哈！碾碎他！把这个该死的华夏杂种，连同他那可笑的破剑一起碾成分子，将华夏国所谓的尊严与他们吹嘘的5000年文明彻底踩进泥泞！一把还在冷却期的废铁，你敢在老子全功率的麦克58面前装模作样，给老子彻底湮灭吧！不可能！我的麦克58怎么可能被拔？
麦克58，史塔克工业的终极战甲，竟然连轩辕剑的随手一击都接不下。轩辕剑连续斩杀灯塔国2大契约师，这柄剑的力量难道没有极限吗？为何没有陷入沉眠？作弊！华夏国一定在作弊。纵观他们所谓5000年历史，何曾有过如此神兵的明确记载？这等3S 级的神器，他们从何得来？轩辕剑，莫非是上古神器转世？是否存在在暗中庇护华夏？华夏国胜，华夏国器皿排名提升至第9位。下一场，华夏国对樱花国。当前使用不运时，请把提醒。轩辕剑的能力消耗巨大，远超预期。下次再用这种招式，至少需要6个小时。没想到下一件神兵竟然是他。所有人听着，轩辕剑威力绝伦，但必有冷却时间。下一场对阵樱花国，绝不可再让楚凡冒险上场。樱花国之战，无需换人，继续由我楚凡一力应战。胡闹，简直是拿国运当儿戏。首长，您刚才也看到了，轩辕剑光滑内敛，灵力未复。他楚凡现在上台，凭什么打？拿头去打吗？没错，楚凡是我华夏英雄不假，但也不能如此任性妄为。樱花国的村正妖刀非同小可，那是号称斩断因果的至凶魔兵，我们不能陪他一起发疯，应立即强制换人，让契约度最高的韩香上。至少9尺钉耙也是重兵器，或许能挡得住妖刀的锋芒。不愿出战。9尺钉耙虽契约度不足30%，但拼死一搏，未必没有机会。总好过让他徒手上场送死。我相信他。首长，不能相信啊！这太冒险了，一旦战败，我国气运将再次暴跌，万劫不复啊！那就赌上这一切，赌他楚凡能再次为我华夏开创奇迹。传令，华夏上下所有剩余资源，无条件即刻向楚凡倾斜，要什么给什么，此战信他。愚蠢的华夏人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卢瑟福的死只是意外，他们竟然还敢让那个灵力耗尽的契约者上场，等着被樱花国撕碎吧！哈哈哈！华夏这是无人可用了吗？还是说这个楚凡已经膨胀到以为自己是神了？没有轩辕剑，他算什么？典型的傲慢必将招致毁灭。看来华夏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经过我国权威史学家的紧急考证，可以确定轩辕剑的锻造技术极有可能源自我们伟大的谭军时代。它只是流落到了华夏而已。现在这把剑力量耗尽，华夏就打回原形了。楚凡桑，真是令人失望呢。本以为能亲手折断轩辕剑，看来是没这个机会。能感觉到吗？这把刀的饥渴，你体内那点可怜的灵力，连做他的磨刀石都不配。而我手握诅咒与杀戮的权利，你的傲慢会让你和你的格斗在千刀万剐中谢幕。废话说完了。你很好，既然你执意寻死，我便成全你。我会用村正妖刀将你的肉体切成3600片，片片连着筋骨，让你在极致的痛苦中哀嚎，让全世界都看看你挑衅樱花国的下场。灵乃大人，拔刀吧，将卑微的华夏人献祭给妖刀。好重的杀气，这把妖刀已经通灵了，就算轩辕剑在，也未必能毫发无损。楚凡准备应对气运反噬吧。楚凡，究竟还有多少步？如果你真的能，我冷寒想。楚凡，看那血色刀光，是厌烦还是居合？华夏小子马上要变成生鱼片了！这就是妖刀的真正力量，仅仅是杀气就能撕裂空间，
华夏的伪神器如何能比？这把刀的弧度完全符合我们半岛的审美，这绝对是我们流失的国宝。楚凡，感受被千刀万剐的恐惧。村正奥义，修罗血玉斩。地狱地牢，归宗。什么？光明之战，福山定鼎九州安来，决断灭星河为锋，听我号令，之月，与我竞争。又来！我的天哪！不可能！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清东汉，神阵，披荆孤豹。这是什么障眼法？区区一根铁棒，怎可能有如此威力？是天照大神的旨意，村正刀刀虎皮。我不信！村正鬼神，一家匹夫撼树，可笑不自然。重原灵法，生命气成归零，神兵村长损毁，华夏国胜。检测到胜负判定，掠夺樱花国国力20%，华夏国灵气复死。又赢了！秒杀，这是彻底的秒杀呀！那可是三整妖刀，竟然连这根棒子的一点都承受不住，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神兵？恭喜宿主击败樱花国契约者，获得国运值2万。骗人的吧？那可是林乃大人，我们的妖刀怎么可能会失败？绝对是运气！他一定是透支了所有生命力，才召唤出那个大家伙。没错，我看得很清楚，那根棒子变大后动作很迟缓，只能靠重力压人。碰上速度型的刺客，他必死无疑。那华夏人最狡猾了，这肯定是一次性道具，下一场他绝对露馅。赢是赢了，但这太反常了。根据能量守恒，那根巨大的金柱，毕竟这样的具象化需要的灵力是天文数字。楚凡他还能撑得住吗？下一场是樱花国的神乐舞，据说他契约了3神器，如果楚凡灵力透支，哪怕只剩一丝疲态，都会被对方抓住机会瞬杀。与其担心灵力，不如搞清楚那到底是什么神兵。韩香的九齿钉耙出现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反应，这绝非巧合。立刻联系最高历史研究院，把“如意金箍棒”把“定海神针”这几个字发过去，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翻遍所有卷屋本野史。这个计划，海莉，我要知道他和九齿钉耙到底有什么关系。是。楚凡，你究竟是什么的东西？那个金箍棒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的九齿钉耙在刚才金箍棒出现的时候，竟然在发抖？发抖？是的，那是一种像是下位者见到上位者，或者是见到某种令他敬畏的存在时的本能恐惧。
也许是见到大师兄的本能反应吧。毕竟那个呆子以前可没少挨着棒子的打。大师兄，你在说什么疯话？九齿钉耙乃是天府三神兵，位列仙班。韩香，你真的了解你手中的兵器吗？或者是说你了解，只是被阉割后的历史。当迷雾散去，你会发现所谓的漫天神佛皆有座次，而我手中的是能打碎这座次的东西。这个男人身上到底藏着多少秘密？为什么现在的他看起来如此耀眼？他说的大师兄到底是谁？文明断层了5000年，想从只言片语里拼凑出真相，本就是大海捞针。但我有预感，这根金箍棒的位格或许超乎我们所有人的想象。找到了，找到了！快说是什么？这是在一座沉没海底的古庙石碑拓本上发现的，关于定海神针的记载。此物大禹治水所用，深埋东海，重13500斤。什么？13500斤？那楚帆这小子是拎着一座山在打架呀！怪不得能把樱花国那娘们压成肉泥。不仅如此，重点是，它是谁的兵器？陈老传来的消息称，记载中断断续续提到了一个名号，以他的一个自称美猴王的生灵去做。这生灵后来似乎打上了天庭。虽然上一场华夏国侥幸获胜，但我们有理由怀疑，那种巨大的金属柱体是某种一次性的大型物理武器，而非神话巨献。神乐武大人即将上场，必将终结华夏的闹剧。那个楚帆注定要成为我樱花国的祭品。先生们，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召唤那种体积的实体神兵消耗的能量是天文数字。楚帆现在的能量指数理论上已经是负数，也就是说，他现在只是个空壳子。没错，他在虚张声势。刚才下台时，他面色苍白就是证据。唐人家族的脸都被那个废物给丢尽了，下一场绝对不能说。要是再说，我们就得切腹向天皇谢罪。王上，藤原绫乃那个蠢货只知道依赖一把凶刀。神乐武大人，您准备好了吗？既然华夏人这么喜欢比兵器，那我就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神器鼎立。我会带着3神器。什么？3神器？九凤玉和8尺剑，只契约了3件，这身体能承受得了吗？只要能杀了那个楚帆和华夏国的气，身体代价算得了什么？把他做成我的式神，永世跪在我的脚下。第4场，华夏国楚帆 vs 樱花国神乐武。上帝，我没看错吧？那是樱花国传说中的3大神器。一个人同时操纵3件镇国神器，这个河女人是怪物吗？那是让我们樱花国引以为傲的3神器。没想到神乐武大人竟然将3件神器同时契约成功，这是何等的强大啊！3神器齐出，这怎么打？这相当于3个顶尖契约师打楚帆1个呀！这是一场豪赌啊！樱花国这是把国运全都压在这个女人身上了。楚帆，剑道本座还不下跪？你那根烧火棍，在本座的3神器面前，不过是小木罢了。哪来的野鸡给自己加戏啊？带3个破烂就以为自己是收废品了？华夏人死到临头还嘴硬，你知道这是什么吗？8尺剑可反弹一切攻击，照破万法。8尺琼勾玉蕴含无穷生机，怕我只剩一口气，也能瞬间复原。天丛云剑，那是斩杀8岐大神的神器，锋刃超村正百倍。攻防一体，生生不息，
在完美的组合面前，你就是一只蝼蚁。完美！这简直是完美的战士配置。那个楚凡，他死定了！哇哦！神乐武大人万岁！虐杀他，让他知道我们樱花国在神权面前的伟大。说完了，镜子、玉佩、破剑，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底蕴。不过话说回来，樱花国有3样东西没发黑，嘿嘿嘿。你是指什么？你这种蛮夷也能理解我樱花国高雅的文化精髓？音乐、动画片，还有，算你有些见识。如果把樱花国的动漫和音乐从蓝星上抹去，全世界年轻人的精神世界将变成一片荒漠。华夏国空谈自己有着5000年璀璨文明，但终究是一场笑话。你所祭出的那2件武器不过是昙花一现罢了，如何与我樱花国底蕴相提并论？还有音乐和动画片，只是2样，连算术都没学好，这就是你们华夏所谓的文明。哈哈哈哈哈！第3样就是动作片呀！真是笑死我了。不过不得不承认，人家的小电影拍的的确是行业标杆啊！楚凡大爷，让这妞见识一下华夏男人的嘴炮也能杀人！楚凡，你敢用那种低俗的东西侮辱我神圣的文化，这是在亵渎高天元，这是在找死！谢！你所谓的高天元，在我华夏面前不过是井底之蛙。你们樱花国的文化，从建筑到文字，从神道到信仰，有多少不是从华夏文明流传过去的？说到底，我们华夏国才是樱花国真正的文明祖宗。你，问个，你在胡说八道什么？神乐武大人，请您立刻出手，杀了他！神乐武大人，求求你杀了这个混蛋，让他连同他那腐朽的文明一起化为尘土。楚凡，本座今日便要用你那狂妄的血，3神器的不朽神威！华夏蛮夷，感受神罚的怒火吧，让你们的文明在这神权之下彻底消亡！神器合一，天照御神斩，令我化为虚无。来得好，让你们这群井底之蛙见识一下何谓真正的力量。快，实时分析这股能量等级，这绝对超越了 SS 级，这是真正被神器加持过的武器。3神器竟然能被一个人同时驱动到这种程度，华夏人这次是真的完了。哪怕他那根棒子能再次具现，也绝对挡不住这3神器合力的法则攻击。傲慢的代价。那个楚凡终究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他的神兵进入冷却期，面对这种级别的合击，他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那些专家分析的都是废物，什么能量耗尽，这是在透支国运呐！太可怕了，我们不能再让楚凡硬撑了。那3件神器配合的天衣无缝，攻防一体，我们能喊停吗？快啊，楚凡，快把那个棒子拿出来！这是生伊斯领域的轩辕剑也行，我不能死啊！冷静，所有人听我命令，相信楚凡。他既然敢站在台上，就一定有他的底牌。告诉后勤部，立刻准备最高等级的灵力治疗舱和防御结界。一旦他撑过这一击，必须在第一时间将他抢回来。这便是你为我华夏开创的奇迹吗？楚凡，如果你能活着回来，你便是华夏文明的救世主。
13500斤，那就让你们看看凡体如何承载战天动地的意志。区区镜花水月，也敢妄称神罚？我破！天庭玉帝尚且痴爱一梦，尔等难移的君子神罚，或是俺老孙跪下的一片灰尘。真正的恶魔，他的力量没有极限。灵能的神呐，我看到了混沌中的火源，这是弑神者的力量。这个发现人契约的根本不是神兵，而是一尊逆天而行的战神。三神器，我们的三神器呀！三神器，这是我樱花国的神权核心。主凡大人，请饶我一命，我错了，我错了，我愿做您最卑微的奴仆，我将我的一切，甚至我的灵魂献给您。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奴仆可以带您去樱花国，用最好的设备，写最好的剧本，与你一起拍一部震古烁今的动作小电影。让我觉得恶心。我是天朝的巫女，我有巨大的价值，请您看在我还能为您服务的份上，别杀我，别杀我！樱花国学场，神乐舞，生命体征规律，神兵三神器，损毁，华夏国胜。检测到胜负判定，掠夺樱花国国运70%，华夏国气运排名提升。樱花国北海道、4国本周3岛割让给华夏国。恭喜兔兔，杀樱花国最强契约者，获得国运值44999，当前可用国运值69990条，华夏国运大幅提升。接到神兵图鉴，又赢了！他妈的，这才是真正的神兵！什么震惊盾牌，什么三神器，统统都是垃圾！天啊，这就是大师兄的力量！九齿钉耙在我的体内彻底沉寂了，他甚至不敢发出一点声音。楚凡，你是华夏5000年气运的承载者，你当得起这欺天之名？三神器被毁了，我们的国运，我们的神权根基呀！不可能！乐武大人集合了天照三神之威，那不是凡物，那是神道的最核心。我们输掉了所有的一切，我们该如何向列祖列宗交代？作弊！他绝对是在作弊，这根本不是人类的力量！立刻向气运擂台核心抗议！抗议华夏人使用了禁忌之术！楚凡，华夏国，此仇不报，我大和民族誓不为人。怪物，那个楚凡是怪物，王子也是怪物。完了，我们樱花国的神器全毁了，国运断绝啊！这种力量，华夏的神话是真的？那个华夏的猴子是战神吗？天佑华夏，有楚凡在，我华夏脊梁不断。楚凡，你到底还要做多少惊喜？第5战结束，华夏国胜，排名上升至第6位。下一站，熊国 VS 华夏国。是熊国暴君奥利格，他竟然亲自出战了。他契约的可是北欧神话中的双巨人之力，是冰与烈火，这象征科技神奇，这象征北欧神奇。这一步是对华夏赤裸裸的降维打击。英国这一步走得太绝了，他们这是要消耗楚凡的最后一点灵力，即便他能赢，也必然失去再战之力。华夏人，你的猴戏双巨人，该死！熊国这是有备而来，这是专门针对楚凡的力量型神兵。奥列格的双巨人之斧能释放绝对0度以下的极寒力量
就算金箍棒再次巨响，也很可能会给冰封，甚至影响楚凡的灵力运转。楚凡他接连契约了2件极为强大的神品，大师兄的金箍棒的灵力已经耗尽，难道说下一战楚凡还能契约其他神品？华夏的小子，棍子呢？我掏出来耍耍了，是不是感受到这股来自极北荒原的恐惧，吓得缩回去了？区区冰寒，也敢在我面前叫嚣？不好！这不仅仅是低温，这是法则层面的迟缓和冻结。金箍棒限制住，但本质上是物理打击。一旦身体机能被锁死，楚凡连手指头都动不了，怎么挥棒子？这是针对性的克制。熊国这帮混蛋，他们研究了上一场的录像，他们知道物理系神兵的短板，他们是用元素系的极寒法则来压制楚凡。听说你的猴子神话只会用蛮力，可笑！在我们伟大的熊国意志面前，蛮力是最不值钱的东西。这可是绝对零度领域，在这里，原子都会停止运动，血液、思维，甚至你的灵力，都将化为死寂。这就是你的遗言，靠降温来获胜。你们熊国的神话就只有这点做冷冻肉的本事？牙尖嘴利，历史上无数强大的帝国都倒在了我们的东将军脚下。拿破仑不行，希特勒不行，这是来自东方的瘦弱猴子更不行。哦，那便试试。冰封一致，跪下，化作永恒的冰雕啊！完了，如果无法近身，定海神针再重也砸不到人呢。楚凡他在等什么？这种时候还不反击，难道连思维都被冻住了吗？看到了吗？这就是熊国的力量。什么华夏功夫，什么齐天大圣，绝对的物理法则面前就是个冷冻标本。这就叫科学神学。热力学第3定律告诉我们要敬畏商简。不错，华夏人只会玩弄那些虚无缥缈的棍棒，面对掌握了温度权柄的神明，他们就像原始人一样可悲。嘿，这就叫报应。上一场不是很嚣张吗？现在怎么不叫了？我看那个楚凡大概已经在冰块里思考下辈子投胎去哪个国家当奴隶了吧？喂，猴子，听得见吗？里面凉快吗？放心，我不会让你这么容易死的。我会把这块冰一点点敲碎，先敲碎你的四肢，再敲碎你的脊椎。我要让你亲眼看着自己变成一地碎冰渣。这就是小谢熊国的下场。碎吧，华夏的猴子！先有君后有天，路压道君还在前。生于混沌不知年，一道豪光毁身体。先天凶煞，听我敕令。上帝呀，我看到了什么？一个葫芦，它是因为太冷了，所以拿出一壶酒来壮胆吗？这就是华夏的秘密武器。威士忌还是伏特加？这就是文明的差距。我们用的是妖刀，他们用的是农具还是餐具？这是打算把奥列格大人装进去腌咸菜吗？太丢人了！华夏人简直是蓝星的滑稽戏演员。哼，刚才那根棒子虽然土，好歹是根铁，现在这算什么？植物大战僵尸吗？那是个蔬菜吧？喂，华夏人！没钱打造兵器可以求我们施舍。根据外形判断，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盛水容器，毫无灵力波动。
看来楚凡已经放弃抵抗，准备在死前喝最后一口家乡水了。多么悲惨的拼图啊！这就是你破冰而出的底牌，一个小玩具！你是来给我的双巨人讲笑话，让我笑死吗？你敢用这种垃圾来羞辱我，羞辱伟大的巡逻战士！你把这个豆腐塞进你的嘴里，然后把你的脑袋像拍西瓜一样拍碎。什么情况？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既然你急着投胎，我便成全。有些人生路天主死。是有眼睛的都是什么？我这少烈哥已经被控制住了。这是什么鬼东西？为什么我看不到他的尸体？为什么我的手就动不了了？站起我的双巨人，为什么都在恐惧？这不对劲！你是谁？你手里拿的到底是什么魔鬼？请宝贝身，宝贝请转身。回放！立刻给我慢动作回放！刚才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有什么隐形的高能激光武器？报告将军，超高速摄像机捕捉不到，每秒10万帧的镜头里，只有一道白光，没有弹道，没有能量轨迹，它就像是凭空切断了因果。没有弹道，这不科学，这完全违背了物理学。我不信，那是奥列格。那是拥有双巨人血脉的战神，他连一招都没出，就这么投掉了。那个葫芦是魔鬼的法器，这是巫术，这是作弊。幸好神乐舞大人死得早，这东西连灵魂都要被切碎啊！太恐怖了！华夏到底唤醒了什么怪物啊？先有红军，后有天。路牙道军还在前，首长，这也是我华夏的神兵，这杀人效率比核弹定点爆破还可怕。这不是普通的神兵，我想起来了，传说中路牙道人有一件法宝，似是飞刀又不是飞刀，难道就是楚凡手中的这只葫芦？这就是神话断层前的华夏暗杀术。不，这哪里是暗杀，这分明是君临天下的死刑宣判。甚至不需要自己动手，只需动动嘴。楚凡，你究竟还要展现出多少让世界绝望的底牌？熊国选手奥列格，生命体征归零，华夏国胜，掠夺熊国国力50%，华夏国收复北疆草原全境，北疆灵脉重临。恭喜宿主击杀熊国最强契约者，全球获得国运值6万。下一场，北欧联盟 vs 华夏国。苏尔森，离心之子，用力吃死那个妖子！华夏人，看穿了你的把戏。这个葫芦需要时间锁定，对吗？你需要喊出咒语，对吧？但是在我的雷电速度面前，你连张嘴的机会都没有。光速是不可战胜的。他说的没错，斩仙之道虽然威力，但确实有前摇。如果对方真的是雷速，楚凡危险了。李快，你对因果2字一无所知，去死吧！亿万伏特神罚天雷！既然你喜欢装神弄鬼，那就带着你的破葫芦在10亿伏特的雷法中灰飞烟灭吧！
这就是雷神的愤怒，没有人能在这种攻击下存活，碳基生物会瞬间气化。结束了。根据相对论，雷电的速度接近光速，而人类神经从感知到大脑下达指令，极限是0.1秒。在那个华夏人意识到危险之前，他的神经系统就已经被电流烧焦了，他连张嘴念咒语的时间都没有。这就是科学，这就是物理法则的绝对碾压。游戏，什么因果律，什么斩仙飞刀，只要不给他足够的时间，就是个废品。华夏国的契约终于到头了。还是北欧的神更直接。华夏这个葫芦，拿回家装咖喱吧。哈哈。这就是挑战神威的你。你们引以为傲的所谓光速，在他面前太慢。这不科学，雷电被定住了。你是怎么做到的？这是什么妖术？遵循的是3维世界的规则，而我飞刀遵循的是天道。在天道面前，光速不过是龟速。动啊！为什么动不了？一神传承者，我是剑的主宰。请准备身。北欧联盟选手索尔斯，生命体之辉，神兵雷神之主，损毁华夏国胜，掠夺北欧联盟器皿30%，华夏国领土扩张，获得北欧极地矿脉资源。恭喜部主击杀北欧联盟契约者，获得国运值10万，当前可用国运值10万，华夏国运大幅提升，解锁下一阶段神兵部件。竟然是传说中的那件至高神器。下一场无论是谁，都将在其光辉之下化作一缕尘埃。作弊！裁判，这是赤裸裸的作弊！那根本不是兵器，那是妖术。只要喊一声请转身，头就掉了，根本没有飞行轨迹，根本没有能量对撞，这不符合逻辑。我不服，华夏人开了外挂。假的，都是假的。什么光速，什么相对论，在那个葫芦面前都是废纸，这根本不是物理学范畴。那个华夏人手里拿的是系统的 bug， 是漏洞。我们的索尔斯竟然被一个破葫芦给阴死了，华夏人太没底了。各位观众，我有理由怀疑，那个葫芦里装的是某种高辐射的生化武器。华夏国为了赢，已经不择手段了，建议国际法庭介入调查。无视防御，无视光速，甚至无视了空间距离，这到底是什么级别的神兵？那个葫芦难道比9齿钉耙还要高出几个维度吗？这种只存在于古老传说中的大杀器，为什么会听从他的号令？他难道真的是上面派下来的神仙转世？这就是规则类武器吗？多少防御，管你多快速度，只要达成条件就是抹杀，太霸道了，太解气了。这就是西方文明永远无法追求的地方。他们讲的是数值，是速度，是质量，而我们华夏文明讲的是道，是因果。在道的面前，他们的科学不过是孩童的把戏。下一个，谁来领死？找到了，首长，我们找到了。陈老，发现什么了？这是在昆仑山深处崩裂的地质底下发现的，上面记载的不是神话，是历史。长天无足长地。这证明楚凡契约的不仅是兵器，而是一个曾经真实存在的
回红到我们无法想象的洪荒时代。我们的文明真的断层了1万年呐！先生们，华夏的国运已经恢复到了50%，再这样下去，蓝星的格局就要改写了，必须想办法破解。怎么破解？那根本不是人类能理解的东西。我的建议是投降，或者联合绞杀。哼，懦夫！华夏的那个葫芦虽然厉害，但能量守恒定律是宇宙公理。华夏那种逆天的神器，使用代价必然巨大。我看那个楚凡现在就是强弩之末。既然如此，下一场天竺国上就上，但我有一个条件：如果赢了，华夏的雪域高原地区必须归我天竺，而且灯塔国必须提供那个技术的支持。没问题，只要能杀了楚凡，什么都好说。但他手里会不会还有其他底牌呢？底牌？不管他还有什么底牌，我天竺的神明拥有毁灭与创造的双重神格，精神攻击更是无孔不入。我天竺国的契约师将直接摧毁他的灵魂。华夏人作弊，那个葫芦绝对是违禁生化武器。华夏的神话都是抄袭我们天竺的。孙悟空的原型是哈奴曼，葫芦也是偷窃了我们苦行僧的法器。喂，对面的阿三，恒河水喝多了吧？脸都不要了。下一站，阿弥陀佛！离族的华夏人交出窃取的神器，跪下皈依。我可保你全尸。是精神系。天竺国这次派出的辛格是他们国内最强的通神者，据说能直接沟通梵天。楚凡刚刚使用了斩仙飞刀，灵力消耗巨大，现在面对精神攻击，若是没有防备。斩仙飞刀主杀法戾气太重，就算能够再次施展出来，也难以防御这种直击灵魂的手段。这一战危险了。楚凡，千万别硬撑了。窃取？你们天竺人是不是除了咖喱，脑子里就只剩下浆糊？整天觉得自己是万物起源，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放肆！一种新的界别，华夏文明源于天竺，这是世界公认的。你们的佛道皆是抄袭，今日我便代表诸神收回你们的气运，梵音索命，极乐灵域。我的眼睛，哪怕只是看一眼，我都感觉灵魂要被吸进去了，太可怕了！上帝呀，这是精神污染呐！那个楚凡完了，他会陷入永恒的噩梦，直到脑死亡。跪下，颤抖，在伟大的精神风暴中忏悔你们的罪孽吧！就是现在，精神控制，只要控制了楚凡，就能逼问出华夏神兵的所有秘密。哈哈哈哈哈！看到了吗？这就是精神层面的碾压。什么斩仙飞刀，什么金箍棒，在伟大的心灵力量面前都是废铁。那个只会用蛮力的华夏猴子，以后已经属于我了。我让他像狗一样爬回天竺，亲吻我的脚趾。凡，你为何还在抵抗？看看你的内心充满了杀戮与罪孽。那把飞刀，那把铁棒，凡的象征。华夏文明是无根之木，你们的信仰是空虚的。只有皈依梵天，承认天主是万法之源，你的灵魂才能得到救赎。跪下吧，跪下就是极乐。脑波数据混乱，辛格这是在强行改写楚凡的潜意识。一旦楚凡在精神世界里下跪，现实中他也会跪下，那时候华夏的脊梁就断了。这比肉体的死亡更可怕，这是诛心。辛格要让华夏的守护神变成天竺的看门狗。陈老，文献里有没有记载如何防御这种精神攻击？难啊，精神修行的法门大多失传了。
除非能唤醒传说中足以镇压气运、定住心神的至高宝物，否则只能靠意志硬扛。看到没有，这就是高种姓对低种姓的血脉压制。华夏人，赶紧去恒河边忏悔吧。精神控制完成度80%，看来那个楚凡快要崩溃了。什么5000年文明，在精神风暴面前不堪一击。要是楚凡跪下磕头，那画面太美，我一定要录下来循环播放。华夏神话不过是抄袭天竺的赝品罢了。楚凡挺住，别听那个阿三瞎忽悠，他们连蜥蜴都不放过，信他们个鬼！冥顽不灵，既然不愿做奴仆，那就做我的尸鬼吧！诸天神佛，听我号令，以此子之魂祭奠梵天！披着金斧的妖魔鬼怪，你妄称神佛！你竟然还能保持清醒，在这漫天神佛的威压下，你为何不惧？因为在我要召唤别说是你这群伪士，就算是真正的漫天神佛来，也得给我剃头。鸿蒙未判，太初无光，时空未立，因未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以其生为律，其行为中。今有华夏新国为业，以不灭族魂为心，构请了定海洪荒，划分千国之气，镇压虎蒙，统领万道之音。东、黄、中。哈哈哈哈哈！这就是让神佛低头的神器，一个破钟。你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吗？上帝呀，那上面全是锈，华夏是穷的连油漆都买不起了吗？这就是他们的底蕴，活蹦乱跳。我明白了，楚凡是想用这个钟给辛格大人奏乐助兴，或者是想表演敲钟祈福，真是太滑稽了。这卖相确实有点惨啊，不会是搞错了吧？不对，那不是锈迹，那是那道法则留下的伤痕，那是开天辟地时沾染的混沌之血，那是大巧若拙，那是返璞归真，凡夫俗子怎识天眼？无知是最大的罪，众生一线，皆空。怎么回事？我的头，我的梵天神格碎了，全碎了。那是什么声音？那里面有一个宇宙在爆炸。你所谓的梵音，不过是靡靡之音，而此中乃是天道大道之律。现在该低头的是谁？天竺国选手辛格精神体遭受毁灭性打击，神格破损。传到东皇钟镇压地狱伪神，获得巨额国运值。恭喜宿主击败天竺国契约者，获得国运值8万，当前整个国运值18万，华夏国运大幅提升。跪下了，我们的神跪下了！是梵天呐，是湿婆啊！为什么会对着那个华夏人头顶的一口破钟下跪？假的，都是幻觉。辛格大人的精神力是最强的，怎么可能被一声钟响就震碎了神格？我不信，我不信啊！完了，天竺的神话在华夏面前就像是见到君王的臣子，这是血脉压制，是彻头彻尾的血脉压制。无法解析，完全无法解析。那声钟响的频率，他修改了擂台内的物理常数。
他把精神力这种能量形式直接还原成了最原始的粒子，这根本就是造物主的手段。所谓万法皆空，原来不是修辞手法，是物理描述。那个到底是什么鬼东西？刚才那些天竺神魔虚影，是真的跪下了吧？我没看错吧？咱们的东皇钟不仅能打，还能让对面的神磕头。岂止是磕头，那是朝圣。你们看那钟体上的锈迹，刚才首长说那是混沌之血，现在我终于看清了，那哪里是锈，那是大道铭文，是天地初开始万物法则对他的供奉。天竺人自诩万法之源，嘲笑我们是破钟，殊不知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越是至高的神器，越是返璞归真。一口钟镇压一个文明的信仰，楚凡，你所背负的华夏历史到底有多沉重，又有多辉煌？骗子！华夏人是骗子！那个钟绝对不是地球的产物，辛格废了，我们天竺最强的统神者变成了白痴。够了，输了就是输了。没想到物理攻击无效，精神攻击竟然败得更惨，连神魔虚影都被镇压下跪，一个华夏人难道就没有弱点吗？我们还能派谁？物理、精神、元素，全试过了。那个楚凡简直就是个六边形战士。不，他不是无敌的。你们发现没有？东皇钟虽然强，但楚凡召唤出那个帝王虚影后，脸色明显苍白了许多。神话终究是神话，需要信仰和灵力支撑。而我们手里还有一张从未展示过的，代表着宇宙法则本身的终极底牌。既然神话打不过他，那就用修改现实来抹除他。别杀我！别杀我！神在看我！判定结果：华夏完胜，天竺国选手辛格精神崩坏，判定为丧失战斗能力，掠夺天竺国器皿80%，华夏国收复西南全境，天竺国恒河平原以北区划归华夏。记住了，华夏的神不求来世，修永代。我们的神是用来开天，用来辟地，用来镇压一切不服的。谁还不服？上！好一个镇压一切不服，这才是大国气象。楚凡，你到底还要给我们多少惊喜？难道说东皇钟还不是你的极限？下一站，华夏 VS 放弃。楚凡思密达，终于轮到我大韩民国出手了。其实我们本来不想出手，毕竟你们刚才那个东皇钟，经过我们药园的连夜考证，其实是源自我们大韩的古钟文化。还有那个孙悟空，据考证也是出生在汉拿山。至于斩仙飞刀，那种精密的暗器，只有我们半导体大国才能造出来。所以，看在文化的份上，你把神器交还给我，我可以向裁判申请，算你虽败犹荣。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连脸都不要的。难道蓝星是棒子国造的？哦，原来都是你们的。端午节是你们的，孔子是中医是你们的，现在连东皇钟和孙悟空都是你们的。既然宇宙都是你们创造的，那我有个问题一直想不通。你这种蛮夷有什么问题？问吧。既然你们历史这么悠久，发明了全世界，那为什么在古代史书上找你们那点历史，得拿显微镜在我们的藩属国进贡名单里整呢？是不是当年进贡的时候，把脑子也一起进贡了？绝杀！藩属国进贡名单
太真实了！哈哈哈哈！虽然我也喜欢吹，但比起棒子我还是甘拜下风。阿西，住口！这是污蔑，这是对大汗尊严的践踏！我要让你付出代价。既然你不肯归还神器，那就让你见识一下我大汗神话最强的镇国之宝。出来吧，本君！警告：棒子国选手温敏即将消失，检测到更高权限介入。我操！这种垃圾也配站在擂台上浪费时间？下一站，我来。朴医生，我们的选手呢？灯塔国爸爸，你们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杀我们的选手？闭嘴！你在质疑灯塔国爸爸吗？这一定是有深意的。对，你们没看懂吗？朴医生选手太弱了，他在那里废话连篇，是在丢我们的脸。灯塔国爸爸这是在帮我们清理门户。我懂了，这是献祭，这一定是某种高级的盟友合体技。朴医生是用他的生命为亚当大人铺平了道路，这是光荣的牺牲，思密达。没错，都怪华夏。如果楚凡早点认输，灯塔国爸爸怎么会因为心急而误伤朴医生？这一切都是华夏人的错，简直是无法无天！随意斩杀他国选手，强行插队，气运擂台的规则都不管吗？你没听到提示音吗？更高权限介入，灯塔国这次动用的东西恐怕触及到了某种规则的底线。那个人的气息很奇怪，没有灵力，没有魔法波动，只有一种纯粹的、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就像是面对数学公式一样冰。沙盟友祭旗，你们灯塔国的吃相还是一如既往的难看。盟友，那是弱者的词汇，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众生皆为蝼蚁。楚凡，你的神话戏法耍得不错，道众生确实有些问题，但在我看来，那不过是低维生物对高维力量的拙劣模仿。哼，高维，一个靠药物和机械改造出来的怪胎，也配跟我谈维度？愚昧！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我是科技的终点，真理的化身。既然你那么喜欢神话，那我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修改现实的神。上帝呀！不，那是全能手套，他是怎么过审的？我们把这种魔鬼造出来了！疯了！灯塔国这群疯子，那是罢灭的神器，那不是杀人，那是修改宇宙常数，那是为了毁灭宇宙一半人口而存在的因果律魔器啊！住手！快让他住手！他想干什么？那个手势，他想打响指吗？这是全人类的灾难，擂台屏蔽不了规则莫出。让响指打响，我们也可能会变成灰。灯塔国这是要拉着全地球陪葬吗？完蛋！这就是你们说的底牌，这是自杀式袭击。如果我也消失了怎么办？我的种姓，我的权利，立刻让它停下！听懂了吗？这就是凡人对终极力量的悲鸣。多么悦耳！楚凡，你的钟能挡住物理攻击，能震碎精神攻击，但能挡住概率吗？能挡住现实的改写吗？只要我这根手指落下，这片空间将被重置，你
深耕珠玉千年文明，非常之好。连历史书上的名字都会被抹去。概率，现实。拿个好莱坞的影视道具装起 LED 灯，也敢在华夏神兵面前丢人现眼？来，打一个试试。看看是你把老子变美，还是老子把你这只手给剁下来喂狗？低微的虫子，既然你逼得找死，那我就成全你，全都是死报，为了真理付出他真敢打！灯塔国疯了吗？这是反人类罪！灯塔国，你们这是在向全人类宣战！如果这个响指波及到擂台之外，华夏将不惜一切代价启动核反击！不要啊！爸爸，我不想死啊！快停下！亚当，该死的！什么时候轮到几块破石头来定生死？东皇钟，镇压鸿蒙，重炼地水火风。世界，星间宝石给我撕裂空间，为什么不起作用？时间、空间、现实，此中乃是万道之语。混沌之势，在子宗面前般碎。碎了，无限宝石被看碎了，那可是宇宙起点呐！那可是大爆炸的精华呀！我们的物理学不存在了，华夏的神话是降维打击，这是高维对低维的彻底碾压。不，别杀我！我是灯塔国最高科技结晶，我有价值。爹，饶了我！我是你儿子，别杀我！我可以给你当奴隶，我可以帮你计算彩票，求求你！叫爹！呸！如果你只是想杀我，或许我还会给你个痛快。但你千不该万不该，拿全宇宙的生命视生命如草芥种，不配拥有生命。黄忠，上路！主先生救我！灯塔国选手亚当，生命体征归零，神兵全能手套彻底损毁。华夏国胜，灯塔国气运暴跌，国运掠夺80%。华夏国全面收复南海群岛，海域武器爆发。华夏万岁！楚凡万岁！活着，我们还活着，没打响指。上帝保佑！不是楚凡保佑！这个华夏人救了我们所有人。太惊险了！
刚才那一刻，我感觉灵魂都要离体了。该死的灯塔国，他们差点拉着全人类陪葬！感谢楚凡，华夏救世主。如果不是那个钟震碎了宝石，我们现在的存在已经被抹除了。灯塔国是反人类罪犯。亚当刚才说什么呀？为了真理就要抹除一半，疯子！这就是灯塔国的自由吗？去死吧！虽然我们输给了华夏，但至少华夏只要土地。灯塔国这群混蛋是要命的，坚决抵制灯塔国，将他们踢出蓝星联盟。输了，又输了，亚当也没了。那可是举全国之力造出来的全能手套啊！总统先生，不好了，刚才的气运掠夺生效了。南海舰队沉了吗？不止，华尔街股市在1分钟内熔断了3次，能源体系崩盘了，全球都在抛售我们的国债，还有国内暴乱了。高层下台！你们差点杀死了我们！我们要生存，不要霸权！把那些该死的高层送上剧院擂台！向华夏道歉，请求华夏的庇护。退出！雅典国正式退出联盟！我们要和灯塔国划清界限！你们这群疯子！注意，我们不想被全世界针对。你们敢！别忘了，你们还有核。凭什么？气运流失后，你们的核发射井刚才发生了系统故障，已经全部锁死了。现在的灯塔国就是一只被拔了牙的老虎。痛快！连输3场，从震惊盾牌到全能手套，他们的底蕴被打空了，霸主地位，今晚之后就是历史了。一人镇国，一力挽天青，楚凡做到了，他真的把那个高高在上的霸主拉下了神坛。全世界都在感谢他，他不再只是华夏的英雄，他是全人类的英雄。运值12万，当前可用国运值30万，华夏国运大幅提升。灯塔已灭，长夜将近。从今往后，这蓝星的规矩该由我华夏来定。完了，全完了！亚当死了，无限宝石碎了，国内现在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几个州宣布独立。如果不杀了楚凡，灯塔国不出1个月就会解体。怎么杀？那是怪物，连修改现实的全能手套都被他捏碎了。单挑，谁去都是送死。除非能请动真正的主神本体降临，那是禁忌。擂台规则是1v1，规则是强者制定的。既然玩不起1v1，那就把桌子掀了。气运擂台有一条被封印的终极条款：诸神黄昏模式。当一方阵营判定另一方存在灭世级威胁时，可发起联合挑战，不限人数，不限神系，直到一方彻底死绝。大乱斗。可是进入这个模式的代价是献祭各国国民30年寿命。怎么，总统先生，是牺牲那群指挥暴乱的泥腿子，还是看着你的国家灭亡？你自己选。好，那就献祭，弄死楚凡，整个西方神话体系一起降临，碾碎他。警告！警告！检测到西方阵营联合发起终极挑战申请，申请条件：献祭西方诸国国民寿命，通过模式变更，单人对决，诸神黄昏，大乱斗，挑战方：灯塔国、雅典国、
北欧联盟、神圣教廷联合阵营，应战方华夏国，处分。我操！还要不要脸了？不过就群殴！这叫什么狗屁规则？这就是勉强！献祭生命来作弊，西方人疯了吗？楚凡千万别答应，这是陷阱！你们想用人海战术怼死你！什么？献祭我们的生命？我不同意！高层，你们这群混蛋！该死的！我感觉我的身体变虚弱了，他们真的动手了，为了赢一场比赛，拿我们的命去填！无耻之徒！这帮强盗，所谓的绅士风度呢？所谓的契约精神呢？输急眼了就开始玩赖的！楚凡，快拒绝！擂台规则没有强制应战这一说，我们可以抗议。你一个人怎么可能对抗整个西方神话体系？那是宙斯、奥丁、耶和华。这一战，他们是不死不休了。他们知道单打独斗赢不了，这是要赌上西方100年的国运，来换楚凡一条命。喂，你不是强吗？你不是能镇压吗？现在我们4国联手，诸神齐出，我看你的钟能镇压几个？现在跪下投降，交出华夏所有神兵，或许可以给你留个全尸。讲武德，那是强者的仁慈。既然你们这群强盗撕下了面具，那正好。一个一个杀，我也嫌不烦。既然要来，那就一起上吧。华夏组团接战！完了，这怎么打？这不是擂台赛，这是神战，这是西方神界倾巢而出了。宙斯、奥丁、米迦勒，每一个都是主神级别的，都拿他挑之前的选手，现在竟然有近100个。楚凡他会被轰成渣的！无耻！这群强盗为了赢他们，甚至不惜打破维度的平衡。西方所谓的诸神黄昏模式吗？这分明是针对华夏的灭族清洗！值了，30年的寿命值了！异端终将被净化，在这百神降临的伟力面前，那个华夏人就算有3头6臂，也只有灰飞烟灭这一条路。杀了他，把华夏的气运瓜分干净。我们要永生永世奴役东方。凡人，跪下！交出你的神器，献上你的灵魂，我们或许可以让你成为神的一条猎犬。你契约的神兵确实强大，但他能挡住1位神，能挡住100位吗？你的能量是有限的，而我们代表着整个西方的信仰洪流。这就是你们的底气？哈哈哈哈哈！好得很。本来我还担心一个个去西方找你们太麻烦，没想到你们这群蠢货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还居然凑了这么齐。想到领土还敢嘴硬，众神杀了他！既然你们讲数量，那我就跟你们讲质量。
既然你们想玩诸神黄昏，那我就送你们一场诸神死祭。诛戮献绝，沉寂万古的杀伐之章该行了。一剑，先斩的并非斧子，而是尔等窃据神座的剑狱。二剑，入血，并非生灵，是掠夺的天命。第三剑，献仙，献的并非诚实，而是尔等妄图腐朽秩序。第四剑，绝仙，绝并非轮回，而是尔等恶我文明的死灭。今日便以这4剑为华夏诛尽伪神，重定寰宇。那是什么？为什么宙斯的雷霆在颤抖？为什么米迦勒的翅膀在枯萎？天哪！他竟然一次性祭出了4柄神剑，这4把剑的气息为何如此恐怖？今日我要这擂台之上，神血流干，神德尽碎，气诸神一个不留。诛仙剑阵，起！这就是挑衅神威的下场！万神联手，连地球都能打爆，区区一个凡人，连灰都不会剩下。挡住了！那是100个神呐，100个核弹当量的神呐，毫发无损。这不可能，这不符合能量守恒。这毒到底是什么做的？黑洞吗？不对劲，父神，这4柄剑的气息完全不对劲，那不是兵器，那是规则，是纯粹用来收割神格的。死亡规则，收起你的懦弱，赫尔墨斯，不过是个造型夸张的乌龟壳罢了。华夏人这几把锈迹斑斑的破铜烂铁，若是拿到奥林匹斯山，连给我战车上轮辐都不配。你看，你还是拿回去切菜吧。在阿斯加德的荣耀面前，这些荒僻之地的野人，我一锤就能把你的阵法砸成废墟。迷途的羔羊啊！用这种充斥着戾气的邪阵赋予顽抗，毫无意义。神辉之下，万会皆净。你所倚仗的这座沙阵，在于我等眼中，不过是孩童在沙滩上堆砌的沙堡。浪潮一至，便归于虚无。你们以为这就是结束？你们以为不再用凡人的力量对抗你们？既然你们这群伪神凑得这么齐，那我就请出我截教的祖师，让你们这群井底之蛙见识一下，什么叫圣人之下，皆为蝼蚁。弟子楚凡，华夏7日为引，不灭星火为祭，恭请上清灵宝天尊通天教主法驾降临。一群披毛戴角、师生卵化之辈，窃据神位，也敢在本座面前称尊？
就是我华夏的圣人，这就是我们文明的源头。这一次，楚凡召唤的竟然是一缕意志，仅仅是这一缕意志，便压得西方诸神的神格全部破碎。快跑！这是比混沌卡厄斯还要古老的存在，再不跑，我们怕是要全都死在这里。我不信，这是幻术。东方怎么可能有这么强的神存在？我是众神之父，我是阿斯加特的主宰。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在我的必中之枪面前都得陨落，去死吧！雕虫小技也敢在截教门前班门弄斧，一力之初也放光华。没了，刚哥尼尔没了，连碰都没碰到。那个青衣人做了什么？他甚至连手都没抬一下。那个道士的生命残疾比奥丁高出太多了，就像我们踩死蚂蚁不需要动用核弹一样，他只需要一个念头。我的枪，我的本源。既然来了，都留下吧。正好本座的诛仙四剑沉寂了1万年，今日拿你们这群伪神的血来祭祭锋芒。请教主诛邪。主啊，净化那个异端，用创世的光辉抹除那个恶魔。神说要有光，光是圣洁的，黑暗终将退散。光在本座面前，你也配谈光？本座在紫霄宫听到时，混沌未分，光暗未立。这点微弱的法则之力不值一提，上清神雷！这是什么雷？他在毁灭我的神格，他在否定我的存在。在我截教教主面前，西方一切神皆为上帝，上帝被雷劈死了，这怎么可能？主啊，为什么你不反击？为什么东方那个道士这么强？这是恶魔，这是撒旦的祖宗。既已无能人，那便起阵吧！诛仙四剑去！诛仙力，戮仙王。是众神之王，泰坦的神力，给我挡住！父神！我的肉体，我的灵魂。杀得好！什么众神之王，什么战神，在我华夏神明面前就是个笑话。这就是我华夏的底蕴，这就是圣人的手段。撤退！快撤回天堂之门！这个阵法不可力敌。仙仙道术起武光，绝仙变化无穷妙。既然入了本座的阵，还想走？这是什么？我的胜利消失了，我动不了了！
不错，有些骨气。继承我截教因果，便切记大道法时天眼四九，人遁其一。我截教便是结局的一线生机。无论面对何等绝境，哪怕是天道当面，也要敢于拔剑。弟子谨记教主法旨。近百位神明死了，全死了。我的心要。检测到异常杀戮数值，检测到破坏平衡的毁灭值。无契约者处分，行使过之情况，严重破坏契约中国的生态平衡，且使用的力量超越了本级部的容忍上限，启动肃清程序，予以抹杀。凭什么？西方百神围攻我们的时候你不出来，现在我们赢了，你要抹杀我们？黑笑，这是赤裸裸的黑笑！天爷都针对华夏吗？杀了他！这是神的制裁！那个恶魔杀孽太重，连擂台都看不下去了。擂台意志，这是规则要亲自下场杀人吗？怎么？那是规则本身啊！就像是游戏里的这样秒杀，玩家怎么可能反抗系统？处分！快跑啊！目标：华夏处分，罪逆乱平衡，执行，彻底抹除。倒计时开始，3、2。平衡，抹除。去你妈的平衡！西方百神降临，以多欺少，要把我华夏灭族的手，你的平衡在哪儿？奥丁投出必中之枪，置于死地的手，规则又在哪儿？现在老赢了，杀光了那些废物，却跳出来跟我讲容忍上限，这擂台不过是公平的，守你的规矩。这擂台是双标的狗屁，让我处分！建议你撒了你这破天，拆了你这破台！骂得好！这贼老天，这狗屁规则，欺人太甚！楚凡别怕，我们和你在一起，大不了同归于尽。去他妈的规则！我们赢了，就是赢了！疯子，他敢挑衅系统！雷罚下来，他会连渣都不剩！劈死他！我劈死这个亵渎者！冥顽不灵，抹杀其重返！本座的弟子也是你能动的。检测到更高维度的能量干涉，如计错，无法解析目标等级，加大攻力，抹杀，抹杀。一脸不要脸，区区一方小世界，天道不过是几行死板的法则拼凑而成，也敢在本座面前妄称天数？当年的红军老儿，本座都敢拔剑一战，你算个什么东西？与我散！现在知道怕了。系统重启完成。错误修正，
刚才的判罚我记重新判定，判定完毕。发现国契约者处罚，行为完全合规，诸神黄昏挑战下，最终胜利华夏。西方联合阵营契约全部剥夺，无条件转让给华夏。恭喜华夏，贺喜华夏！赢了！我们不仅打赢了人，还打赢了天。华夏再也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了。楚帆牛逼，空天教主牛逼，华夏神话无敌！这辈子值了，真的值了！能亲眼看到咱们的神把规则踩在脚下，我死而无憾。快，发布最高指令，全国鸣笛，举国同庆。今晚，华夏不夜天。小子，路错帮你铺平了，但这天下终究还是要你自己走。这方天地太小，控不住。可有一日你能飞升子府，祭采金鳌岛，给本座喝一杯茶。恭送教主。气运交割程序执行完毕，华夏国成功吞噬西方联合阵营、樱花谷、天竺谷等敌对势力气运，总占比突破90%，蓝星位面格局重塑中。知觉，我有知觉了，热，好热！站起来了，老头子，我站起来了！华夏万岁！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就是气，我感觉到了天地间游离的火元素。癌细胞全没了，器官机能恢复到了20岁，这不科学，不，这是神学。时隔30多年，我的小兄弟竟然再次站了起来，太神奇了！我能飞了，虽然只有半米，但我脱离地心引力了。哇吼！见识好了，白头发转黑了，我感觉现在能一拳打死一头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这是灵气复苏，这是全民修仙时代，是楚凡神将，是他把神话带回了人间。首长，你看，数据爆表了，我国国民的平均身体素质在10分钟内提升了整整10倍，基础代谢率、细胞活性，统统打破了人类极限寿命预期。现在的平均寿命预期已经达到了200岁，而且还在涨。科学家发现，空气中的新元素可以直接被线粒体吸收，这是生命层次的跃迁，我们人人皆可成龙啊！几千年来，我们求神拜佛，祈求风调雨顺，祈求无病无灾。但今天，这一切都不需要了。传令下去，即日起，在全国推行基础炼气诀。告诉所有华夏子民，从此以后我不敬鬼神，只修自身。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握住长生，握住未来。这就是楚凡送给我们的礼物，一个真正的人人如龙、万世不朽的盛世。求求你们，开开门吧！我们愿意做狗，我们愿意做奴隶。
只要让我们进去吸一口灵气，就一口，我的孩子快饿死了。我有博士学位，我会造芯片，请让我进去，我不想死在辐射尘埃里。我为以前的言论道歉。楚凡是神，上帝是骗子，让我进去吧。退后，越界者斩。当初你们掠夺我华夏气运时，可曾想过今日天道好轮回，苍天饶过谁？这是你们的报应，自己受着吧。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妈妈，我记起来了，她是女娲娘娘，她是我们的母亲，对吗？是，她是女娲，她是造人的圣母。我们不是猴子变的，我们是神明的孩子。清元始天尊，上清无宝天尊，海清道德天尊。原来这才是三清，原来这才是道。贫道终于悟了。断层修复了，我们知道了，那是盘古开天辟地，那是夸父逐日，那是大禹治水。我们的祖先没有屈服于洪水，没有屈服于太阳，没有屈服于天地，我们是反抗者的后裔。5000年，这5000年的空白终于填补上了。从此以后，没人再敢说我们是无根的浮萍。以前我们只知道挥舞兵器，却不知道为何而战。是你让我们记起了轩辕的血脉，记起了齐天的傲骨。我们曾遗忘，所以我们曾卑微。现在，盘古给了我们开天辟地的底气，娲给了我们造化万物的智慧，三清给了我们道法自然的境界。诸位同胞，神话不是终点，而是起点。愿我华夏人人如龙，飞升9天，去看看那星河之上的风景。人人如龙，扬我华夏神威。感觉到在星空深处，还有更贪婪的目光在注视着这里。蓝星篇章完结，星际篇章比较在种，得到更高维度的文明篇道。公主啊，准备好今天出世的文明天地。